沈西凡是一家5星级酒店的前厅部经理，干练、冷静、一丝不苟，是他在职场中留给所有人的印象。然而，外表光鲜亮丽的他，却在一个不起眼的夜晚突然失去了睡眠。那并不是因为咖啡喝多了，也不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而是心里太乱。感情的创伤像根针，扎进了他曾经自信强大的内心。初恋失败的阴影，如今悄然回归，他强装无视，却在深夜独自辗转反侧。他明白，他不是身体的问题，而是心没有被治好。于是，他踏进了一家并不显眼的中医诊所，却在那儿遇到了改变他命运的人。何苏叶年纪轻轻，却已有一身扎实中医学识。他并不是传统印象中老派的中医大夫，而是一位有温度、有责任、有理想的治愈系青年。他的语气平和却有力量，望闻问切时总是认真的让人安心。沈西凡本来只是想随便看看，拿点安神的药就走，但他对脉象的精准把握，对失眠成因的分析之细致，却让他不得不佩服。你心里有事？何苏叶的这句话像是一根羽毛轻轻地拂过了沈西凡的心湖。他笑了，却不否认。第一次诊疗之后，沈西凡按医嘱抓了药，却因为工作忙碌而忘记按时取第2帖药。这对工作有条不紊的他来说是极为少见的失误。他匆匆赶到诊所，却被告知药被退回去了，正在抓新的一份。而何苏叶则在柜台后轻叹一声：“你又忘了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他却淡淡一笑，说：“下次别忘了，我都记得你什么时候该来。”这份无声的牵挂如影随形。他并不知道，这一份挂念竟然会成为两人关系升级的伏笔。你也住这里？一个周六的早晨，沈西凡正准备出门丢垃圾，却在电梯里碰见了何苏叶。他惊讶极了，而他也挑了挑眉，真巧，原来他们竟然是邻居。以前从未碰见过，是时间不同，还是命运的安排？从那天起，每天早晨他们便开始有了不期而遇的早餐问候，有时是在小区门口，有时是在便利店前。从最初的尴尬到后来自然的寒暄，这段邻里关系慢慢在发酵，逐渐向着某种更亲密的方向发展。沈西凡是一个理性大于感性的人，但他发现，在何苏叶面前，他开始变得不一样。他会在意他的语气，会关心他是否吃饭，会不自觉地对他说心里话。而何苏叶也变得不像平常那样从容，他开始在意他的作息，会在他连续几天没来取药时主动打电话过去，也会在下雨天多拿一把伞放进他家门口的信箱里。那些微小却贴心的举动，如涓涓细流般温柔地冲刷着沈西凡那颗谨慎而孤独的心。沈西凡曾经深爱过一个人，那个男人在他最信任的时候背叛了他，让他对爱情失去了信念，也筑起了高高的心墙。他害怕开始新的感情，不是因为不心动，而是害怕再一次失去。但和苏叶不同，他不急于走进他的世界，而是用耐心一点点守候。他不强迫他去爱，而是以中医的态度调理，慢慢平衡他的情绪，温暖他的孤单。有一晚，他在雨中加班后感冒，躺在床上昏昏沉沉，迷糊中竟收到他亲自送来的汤药。那一刻，他哭了，不是难过，是感动。除了爱情，何苏叶还有一条重要的道路，传承中医文化。他曾多次参加偏远山区义诊，也投身中医知识普及短视频，致力于用现代方式唤醒年轻人对中医的兴趣。这份执着与坚持深深打动了沈西凡。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，他也曾有梦想，只是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。在他的鼓励下，他决定申请酒店总部的人才储备计划，要走上更高的管理路线。爱情让他看见了更强大的自己，而他也成为他坚定理想的力量。爱情真正的意义，并不是依赖，而是治愈。沈西凡因为何苏叶而睡得安稳，何苏叶因为沈西凡而更有信心面对诊所的转型与挑战。他们互相扶持，不是完美的人，但却成了最契合的灵魂。
他们一起探讨中医文化与都市快节奏的结合，也一起分享日常的点滴温柔。他们的关系不再是你为我治病，我为你取药，而是你在我身边，我就安心。那天傍晚，天空染上了一层温柔的橘粉色，整个小区都像被霞光轻柔的包裹。沈西凡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正准备回家，却在楼下看到何苏叶站在花坛旁，手里拿着一束他最爱的白桔梗。今天不是你值班吧？他略带惊讶。我请了个假，只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他的语气像平常一样平稳，却带着少有的郑重与认真。他低头看着那束花，又抬起眼睛看着他，沈西凡，我喜欢你。不是一时冲动，是每一次与你偶遇之后，我都在心里确认的答案。这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表白，而是一次命运的沉淀。他爱他的独立坚韧，也理解他的胆怯与防备。他从未催促他走向自己，只是安静的等。他没有立刻回应，只是眼眶微红，点了点头。其实我早就动心了，只是怕又失去。那我们就一起，不怕。他说。这一刻，空气仿佛停止流动，只剩他们彼此眼神的交汇。那一束花被他紧紧抱在胸前，仿佛他终于拥有了可以依靠的温度。他们的手牵在一起，不是轻佻的试探，而是正式的承诺。从今天起，他们不再是彼此的过客，而是未来人生旅途的同行者。他们的关系逐渐稳定，也更加亲密。但最感动人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浪漫桥段，而是那些琐碎生活中慢慢积累的默契与心照不宣的关怀。沈西凡曾说过，我一直以为感情必须热烈才算爱情，现在我才明白，真正的爱是有人默默替你撑伞。他下班回家，饭菜早已在桌上放凉。他值夜班时，他会在诊所门口悄悄放一杯热姜茶。他们不会每天说我爱你，但却用实际行动在彼此心中写下无声的誓言。在一次何苏叶主持的健康讲座上，沈西凡第一次主动站上台，代表酒店部门做联合推广。他不再只是他的病人，他的邻居，而是愿意和他一起拼未来的战友。他们一起探讨城市养生馆的设计蓝图，一起规划海外交流的机会，一起在生活里撒下属于两个人的梦想种子。有人问他们，你们为什么看起来不像热恋，而像老夫老妻？他笑着回答，因为我们爱的起点就是信任和理解。爱情最终落地成生活，但他们的生活却因彼此的陪伴而更加完整。这份归属不只是一张结婚证，更是我在这里，你在哪，我就在哪的坚定信念。他们真的成了彼此一生的良药。在这个快节奏、浮躁的时代，我们每一个人也许都是沈西凡，外表强大，内心孤独。但愿你也能遇见属于你的何苏叶，慢慢为你拨开乌云。爱情不是治愈的终点，而是彼此成为更好自己的起点。红心感谢加订阅加评论号召词红心。